你都说这个家伙也太不地道了。一方面又说提前会通知我，一方面又让李氏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搞什么？无间道，两面三刀啊！其实李氏单方面的宣布，我爸他应该猜到他会提早跟我说，所以他连准备的时间都不给我。大哥，我还想知道一件事，他是不是你亲爹啊？还有，喂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啊？在乎有用吗？你是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是吗？喂，通灵现在是宁愿付违约金给我们，也不供货。到时候一大串客户索赔起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整个堂皇赔出去都不够填的。你去做牛，到时候我就去做马了。行啊，先召开记者发布会，然后应对通灵被收购的消息，安抚那些客户之后，我们再没有之后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堂皇没有以后了。我上哪去填通灵这么大一个空子？当初你为了买福方斯那个品牌，花了那么多。你放开我！你还有心情躲他？当时你要不是为了他拖延那个生产，你爸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？你要搞垮我们公司啊！现在好了，通灵被李氏收购了，整个璀璨都得跟着完蛋。要不要给你个扩音器啊？哈，让全公司人知道算了。那这种事瞒得了吗？全公司上下早晚都知道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当时为了买福方斯那个没上市的品牌，你花了多少钱？大哥，3000万，3000万，化成纸，整个房间都堆满了。我真是不知道，你上辈子欠他什么了啊？这辈子要这么还他？你说够了没有？没够。要我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去求你爸，对吧？虽然商场无父子，但终究虎毒不食子吧。求他？怎么求啊？那跪下来求了，有什么办法？喂，少爷，你就别来想着站着就能把钱挣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全公司上下老老小小啊，为了我们，跪一次吧，好不好？你还说沈东石那种人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你呢？你跟他有什么两样？呸！喂，少爷，你考虑一下，会不会是急糊涂了吗？喂，少爷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当时为了买福方斯那个没上市的品牌，你花了多少钱？大哥，3000万，化成纸，整个房间都堆满了。我真是不知道，你上辈子欠他什么了啊？这辈子要这么还他？李唐，还有多少我欠了你的，我自己却不知道。请慢用。谢谢。李先生特地约我出来，应该不只是喝茶而已吧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如果通灵真的被李氏收购的话，那也应该完成之前的合同才对。不然的话，李氏要如何应付通灵庞大的客户群追偿呢？所以，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对璀璨失去信心。其他的合同没有问题，与唐皇的合同必须终止。通灵董事会真是目光短浅。如果璀璨27真的上市的话，必定会成为国内1线品牌，到时通灵的市值将远不止现在李氏开的价码。他们以为他们占了便宜，其实吃了大亏。通灵董事会的确只顾到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项目的潜力。但对李氏而言呢，在通灵核算资本期间，我们当然希望董事局不要有重大的变故。李先生的意思是，宁可替通灵支付高昂的违约金，也要让他停止供货。没有错，所以特别通知尹先生一声，璀璨27不可能上市，所以尹先生不必再投入资金了。那我是要谢谢您了。璀璨27有巨大的潜力，李先生不在服装业内都能看得出来，我更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放弃。你去弹簧的分一杯羹，不如把璀璨据为己有。静观其变，是乔瑞斯最大的收获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乔瑞斯与弹簧的合约内容？我做生意那时候，你可能还没出生呢。有富方斯工作室的前车之鉴，再加上乔瑞斯的经营策略，我即使没有看到合约，大概也猜得出来。李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真的不太明白。
要这样打击自己的儿子，您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的家事不劳尹先生费神了。看来李先生这一次是要我非答应不可了，是吧？你没有更好的选择。我愿意签约，10年就10年，不过你也要答应，尊重我的设计和产品的产出方式。Fancy 是能够为你赚大钱的品牌，这被叫 Shooting Star。流星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瞬间，但是它足以散发出能够改变地貌的能量，银色星光火焰。我愿意坚持走我自己的路，所有的后果由我自己承担。李成瑞也许说的对，这次必须置身事外了。可是，这是1号工厂做出来的，这一件是2号工厂做出来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件是原料工厂做出来的，我都已经对比过了。机器压出来的花会比较平，而手工做出来的会更立体。不过你已经改变了花式的造型，这样的话差距会很小。哎，方思啊，你可真有办法，这样你所担心的折损度问题会改善不少呢。这段时间花的值了。你还有心情躲他？当时你要不是为了他拖延那个生产，你爸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？你要搞垮我们公司？方思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。那你要好好休息。哎，对了，李总说了，通灵的货还有许多，足够应付2期产品上市了。而且通灵被收购的话，那璀璨会将成为绝版。这样的话，对唐皇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把通灵的供货单改掉，照这个明细单写。那通灵不是断货了吗？就是，他们宁肯赔双倍的违约金，都不肯给咱们送货。谁知道呢？脑子有问题吧？况且这违约金可远远高于他欠咱们的货值。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要改货单啊？李总不想让外边知道，你可小心点儿，别走漏消息。哎，我明白。那通灵断货了，那咱们的项目？收了违约金，再找其他品牌替不就行了？李总一点都不担心，他肯定都找好了。也是，有钱嘛，还怕找不到人合作啊？就是。没有通灵，璀璨就不能称之为璀璨。璀璨的很多客户就是看中通灵珠宝才会签单。李唐只是不想引起恐慌，他现在一定都快崩溃了。方思啊，你在干嘛呢？哎，你不要拆它呀！李总还要拿它给客户推荐呢。还不够好，一会儿再改改。已经很完美了，真的不用再改了。
原来你一直都在帮我，而我却一直自以为是。对不起。一个人打球不无聊啊？喂，大哥，你是打球啊还是杀人呢？我有叫你来吗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公子。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实在不借机不打球，那你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打我呀！哎呦，我不敢啊！好痛啊！我真的伤到了。好了，答应让你打了，是不是可以说点正事儿了？啊！我说你真不打算让设计部知道这件事儿啊？那不就等于让全公司人都知道吗？可是依照他们做的图纸，通灵的珠宝根本不够，产量只有1/5，现在连我们自己的客户都满足不了，再加上乔瑞斯海外签过来的那些经销商，到时候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那就不要交代啊，大不了把璀璨赔给他们就是。喂，大哥，你别动不动就要拆分公司，行不行啊？只要璀璨能够上市，方式的品牌就有希望，到时候它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。哦，搞了半天你让沈东石拖延，就是为了这个啊？通灵是个大公司，收购起来并不容易，所以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推广璀璨。只要方式能红，我就算达到目的。其他事情我真的不在乎。喂，大哥，你是个生意人，知不知道？生意人做事是不能感情用事的。你这么做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啊！不是后悔，我后悔当年我卖掉方式的店，现在就当作还他吧。只要保住分时还有原料厂，其他资产就把它拆卖。至于我爸，他要得逞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那唐王呢？乐观的说，通灵现在加入李氏，我爸一定会斩断供货渠道，毁掉璀璨。悲观的呢？李氏会趁璀璨失败、唐王不好的时候拆分公司，所以我要先保证璀璨可以上市，尽快将唐王拆分。我不能凭那个老头子。尹浩然方面，如果他收到消息撤资，我就可以告他违约，让他5年内休想再从璀璨那挣钱。可是东尼想过没有？我们俩当初建立唐王的事容易吗？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，你是爹，我是娘啊。我们俩一把屎一把尿把一个公司拉扯到这么大，你现在能说放就放吗？公司这么多员工，你让我有什么脸对他们交代？可是我现在能力有限，我管不了这么多。我现在唯一能够保你的就只有傅方式跟你。啊，说的好听哈。李唐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亲爹，我也早晚让你气死。我现在特别理解他，你是会挣钱，是，可是你这个人做事根本不负责任，你当什么都在玩一样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来啦，快来快来，妈今天特别给你炖了鸡汤，快来趁热吃。这鸡汤怎么只有汤没有鸡啊？这是我前2天买了包香菇炖鸡面，可是昨天晚上肚子饿，我就把面吃了，这不剩下来的我就汤留给你。用调料包冲出来的汤也能叫鸡汤啊？很好吃的，你尝尝看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样子？没有，就是太累了。妈，你别问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女儿，我关心你啊。要不是我女儿，我还不稀罕。真是没良心。是啊，
我是没良心，只会伤害别人。哎呦呦呦，别这样，妈是跟你开玩笑嘛。我们家芳思最善解人意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很多事情啊，只要一吃饱了，什么都忘了。来，吃饭。吃饭。妈，你怎么今天改熬豆粥了？你好久没熬粥了。哎呦，这不，你都没提醒我买米，这剩下的就只能熬点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月亮惹的祸。我明天去上班前去超市买吧。不用你忙，我让隔壁老王陪我去买就行了。你们现在发展那么快啊？哎呀，胡说什么呢？我只是让他陪我去超市买东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俩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。服装和珠宝的结合，并不代表要在服装上面点缀大量的珠宝。那么用旁边的一些辅助材料，衬托出宝石的这种璀璨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结合。用其他方式来衬托。你怎么了？妈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哎！哦，对了，祝你跟老王百年好合。你不吃饭了？还有早生贵子啊！这熊孩子，胡说八道，没大没小，真是。就算通灵被收购，不再给唐皇新的珠宝，也可以用现有的存货完成所有的订单。一定可以的。董事会可是发飙了啊，要你暂停一切对璀璨的宣传。如果璀璨一旦不能按期交货的话，那我们就得按合同办事了。李成瑞果然是只老狐狸，这么快就去跟总部联系。李唐也就算了，他一定会自己想到办法。但是我怕方思会不会受到打击。你有没有觉得方思就像是唐僧啊？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要把他送上西天。他主管的项目，每次快要上市的时候就要出岔子。我看呢，他就是一悲剧连续剧啊。不想看悲剧，那就换台。命和遥控器都在自己手上，我绝不能看着方思一次又一次因为这些外在的原因失败，所以计划不能变。可是董事局下了批示了，我们不能再……只是一些宣传费而已，不用公司的钱也行。不用公司的钱？难道用你自己的？你就算买彩票，连着1个星期每天要中500万，你才能帮上他，好不好？要不要这么任性啊？我有唐皇和通灵珠宝以前的交易记录，他们现在手上还有一些，哪怕只出1批货也行。既然样衣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就约一下李唐，看一下他态度怎么样。你还是冷静一点吧啊！这可真的……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还真是方思的好姐妹啊！难怪叫你拿样衣，你都给我拖拖拉拉的，原来修成这样啊！你有刀吗？刀？干嘛？要么我捅死你，要么你被我捅死，你觉得呢？好好的，干嘛拆成这样呢？他是把珠宝拿去卖，是不是啊？李总，你想太多了。方思说他还是不够好，想要再修一修。他人呢？还没来。还没来？他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姓尹的啊？卧底也讲自我修养的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他就是欠骂嘛。我敢保证，他绝对没有跟尹浩然在一起，可能现在还在家呢吧。我告诉你哦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只要当一个出色的设计师，
还要当一个优秀的内鬼。我根本就不想做内鬼的好不好？哎，进来。董事长，唐皇对外一直声称自己货量储备充足，并且公开了进货单。通灵现在不方便对外回应任何消息，唐皇的客户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通灵在做资本核算，李唐抓住了这点，钻了个空子，无所谓了，让他撑去吧。我倒是很想看看他能撑多久，怎么跟客户交代。董事长，唐皇现在将所有的资金都投放在璀璨这个项目上，通灵珠宝现在又断了货，唐皇极有可能因此而垮掉。那到时候李唐先生会不会又想拆卖公司呀？不动声色，金蝉脱壳。李唐这招用的最好，当年在美国做短线的时候，连我都被他耍了。你现在呢，紧盯他的资金流向。这次如果他再敢动的话，我打得他不能翻身。是。好。别以为冲着我笑我就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我有什么好让你原谅的？你把样衣用成这样，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啊？你口水地呀，一天要喷几次？别扯开话题，傅方式。行了，你跟我去一次原谅场吧。去哪？我告诉你，修图的事到此为止，就这样投产。可是这样投产不关你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把石头弄下来，你就把它给我装上。李涛，你放手！你别再骗我了，通灵不会再交货了，他们宁可付违约金，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珠宝。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来的款式生产呢？完不成订单，你怎么和客户交代？是不是大伦那个大嘴巴告诉我？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，你改了供货单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可以解决，甚至连我你都骗了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是设计师，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。赶紧抓紧时间让璀璨上市，就是度过这个困难最好的办法。然后呢？1/5都不到的出货量，你要怎么和那些客户去面对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唐皇未来会面临怎么样的困难？到时候你一个人全身而退了，唐皇可有着几百号的员工都依靠着你。你不也一样吗？除了设计之外，你还懂什么？我要不是为了让璀璨2期可以赶快上市，我可以连这些麻烦我都省掉啊！当时是谁跟我说的？希望他的爸爸可以看到他的成功。你确实永远不会失败了。每次失败还没来，你就成功的逃走。李唐，是我害你白花了3000万，是我拖延了整个项目的进度，是我让李氏有了收购通灵的机会。仓库的订货单我查过了。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你顶着那么大的压力，还给公司员工信心，我以为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成熟了。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，帮助你，哪怕一点点帮助也好。但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眼里从来就只有自己。方式，李总，你大可放心。公司的实际情况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你听我说。最后再送你一句话，希望你可以永远这样淘一辈子，一路顺风。这里是通灵的珠宝，你回去让小南装上吧，不会耽误你和客户推荐。那说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你放开！方式。
方思真是厉害，能想出这样的办法。看来这次我们真的能够替换。你是说用这些代替那些珠宝？方思之前跟我说过，珠宝太沉了，会影响到服装的整体效果。全部拿掉呢，又会显得不够特别。所以现在采用这种办法，让服装的设计感和舒适度变得更好。我们不用担心交不了货了。所以厂长你也觉得这样比较好？其实之前的样本已经很好，不过这次的更好。方思之前还跟我说，李总的要求很高的，这次啊，不光要让这个项目成功，还要带领弹簧更进一步，展示我们的实力。他在你背后说我好话，做梦吧！我就是不想要再受我爸摆布，我要让他知道我靠自己我也可以过得很好。那你就继续做，一直做到他看到为止。哎，厂长，傅方思呢？我刚刚在楼下好像看到他的车，哎，我没看见呀。啊，那应该就在附近吧。厂长，谢谢啊。我已经把样品拿给冯叔看过了，他说这个替换应该没有问题，成衣出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。你还是赶紧回家收拾收拾，订张机票，逃得远一点地方去。你既然已经猜到了，为什么不干脆揭穿我？只要一通电话，你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，到时候我要逃也逃不掉。可是你现在就要揭穿我，来个小奈啊！你看到我现在这样，应该觉得很开心吧？要打你自己打，顺便最好再发个朋友圈更好。其实你心里很在意我，对不对？你嘴巴说想要杀了我，却还是帮我设计出更好的样品。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你别自恋了，我看你早上每天醒来不是被闹钟闹醒了吧？是被自己帅醒。不要扯开话题，回答我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走了，经商看一下。来了，怎么样？李唐没在，不过他秘书打电话来约咱们去看样衣。我看呢，他就没有停止推荐璀璨。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跟他爸一样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只要不停下来就可以，其他的不用管。这么好的房子，你这样买？就是因为房子好，所以我才要卖掉。价格让一让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要全款，还有股票全部放掉，信托基金全都要赎回来。浩然，你这么做，你爸妈知道吗？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吗？我跟你说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只会有两种结局：一，自己把自己累死；二，就是被别人给整死。哎呦喂，鸡汤哥，就算璀璨那时候上市了，乔瑞斯有自己的品牌，你这钱已经进去了，为了个傅方思，你值得吗？值得。只要2期能上市，我就觉得值得。人家都已经名花有主，你还非得松松土吗？喏。
你要做偏偏我好害怕，亲到嘴巴都讲话都结巴，以前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谁结巴了？你终于承认我们的以前啊！臭流氓，禽兽不如啊你！我有不如你吗？你干嘛？我答应你，我不会再将公司拆卖了。不管我爸怎么为难我，我都会撑下去。就算全世界都说我不行，只要你说我行，我就行。那我让你滚，你怎么不滚啊？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不要！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要！不放肆！你踩啊！你踩啊！再用力一点啊！你再不让快，我踩着骨折！你信不信我再吻你啊？就算你再吻我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你以为我跟你以前女朋友一样？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，在我心里面从来都没有把你放下。你撒谎！你李唐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，不管是我，还是当年我家的店，还是现在的堂皇，是不是我不答应你，你就要把堂皇拆卖了？要是没有改良的方案，你是不是就逃了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有好处你才能做，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了成功才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了才会成功。到现在为止，你都没有认真过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就算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没有认真过，但是我对你，我从来都没有不认真。够了，李唐！你听到没有？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未来也是。我玩不起了，我玩不起这种感情的游戏。我拜托你不要再招惹我了，好吗？你让我为你打工，就是为了证明你比我强。你买下这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谁跟你说的？被我猜中了吧？天底下也只有李唐你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。你有这个资本呢。2年之内你可以拥有堂皇，然后再轻易的丢下它。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真，什么时候不认真。我还以为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有责任心了，还想跟你一起渡过难关呢。但是我发现我就是个傻瓜。放开！我受够你了，李唐，我不想再为你打工了。堂皇你爱拆不拆，就算你死了你也跟我没关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路人。我说你辞职。少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。Fancy我不要了，以后你想怎么样，都随便你。是我不敢面对，是我懦弱，是我不敢，可不可以？我想让他看到，可是当我想到我要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就想逃。这些年我以为我是在反抗，其实不是，是我心里面害怕，我没有勇气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很认真的李唐。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？不知方向在哪里，这一程下一秒有没有我要的风景？走下去，不计较终点在哪里。沿途是你陪我，有你陪我就会安心。不放肆。有你陪我就会
尝一下。要我说呀，卖掉房子还不如卖掉这里呢。没想到我今天还成了救火英雄了。那你今天要不要我帮你调一杯特别的？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。你会调酒啊？这里我不舍得卖。兄弟的一点心意，别嫌少啊。兄弟啊，谢谢你，我还顶得住。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既然我有这个决定，我就不会后悔。你真不打算把自己倾家荡产支持他的事儿告诉房思啊？要我的话，我就说，他一定会被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然后呢，趴在肩膀上求抱抱，求抱抱，最终呢，以身相许喽。你这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在精神病院里也是属一流的。是我害得方思工作室倒闭。再说，如果没有他，也没有今天的我，这是我欠他的，没什么值得炫耀的。行，给你点个赞，齐堂哥，你赢了。我求求你，把我的品牌还给我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。原来你是被璀璨这种素食产品打的一败涂地，最后被逼得签卖身契的，对吧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跟任何人合作，满脑子只有你的服装，毫无团队意识。你想死啊！看不见还乱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放下我不管。如果是认真的，那为什么当初不肯出现？为什么要在6年以后才回来？为什么还要跟向南订婚？可如果不是认真的，他为什么会为我不惜放弃堂皇？为什么买下 Fancy？ 为什么吻我？我上辈子招惹谁了？这辈子碰到这个神经病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方思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打电话呢，没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真，什么时候不认真。我还以为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有责任心了，还想跟你一起度过难关呢。但是我发现我就是个傻瓜。老师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你要离开我了，是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安全感。我看看，就不给你看。我看一看，有什么不能看？哎，方思姐，啊，方思姐，这有份文件要你签字的。方思，你昨天没来，李总看见样衣拆成那样，他发好大脾气啊！修改方案我已经给工厂了，他们说只要微调一下，花点时间。哦，李总好。李总。什么情况？吵架了？
王思姐，昨天李总找你了吗？你们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当然没有，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别激动啊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气死我了！宣传部太过分了，找了个什么模特，说抽不出人，让我们派人去谈。我们画图也就算了，那人也让我们去谈。哎，你说做宣传部是干什么的呀？好了，小奈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活是公司的，身体是自己的。我去吧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你去？还是别了，万一李总要是找你呢？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牵扯不上什么。这里你盯着就行了。哎，方思，他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像被鬼追了似的？他今天一来就说，当然没有了，我们当然没有什么了。所以我猜他一定跟李总吵架了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吵，肯定是爆吵。你是在现场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怎么这么清楚呢？方思，这么巧啊？你今天没上班？倪先生，刚才客户答复了，只要你再少15万，房子他就要了。没问题，签约的时候通知我。好，合作愉快。谢谢。你要卖房子啊？还一次性被对方压了那么多？哎，我比较爽气，我不喜欢来回磨蹭。有钱就是任性啊！哎，别说这些了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等客户吗？浩然。嗯。哦，宣传部约了2个平面模特，他们约我来这里签合约。你是设计师，为什么要你做这些事呢？弹簧没有宣传部吗？反正也正好出来走走嘛。干嘛？李唐要欺负你了？把你交给他，我肯定不放。和他没关系，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。哦，对了，图纸我已经修改好了，样衣过2天就能出来了，你到时就能看见。好。通灵现在被收购了，乔瑞斯对唐皇会不会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对璀璨失去信心的。乔瑞斯一定会全力配合营销的。可是我虽然不懂做生意，但是我知道现在璀璨没了通灵意味着什么。你为什么还愿意啊？有你在就行了，因为我相信你啊。为什么你的手变成这样？哦，没什么。跟我走。我还约了模特呢。上去签吧。小奈，方思跑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这什么态度啊？小徐，我替你警告信哦。气吧气吧，反正我已经改变主意了。哎，你这个臭脾气怎么跟那个死胖子越来越像啊？李总，方思擅自改样衣是他的不对，那但是之前也是你跟他说可以改到满意为止的，而且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项目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还骂他，你还让我监视他，太过分了。我正式宣布，我不干了。我哪有骂他？大家都知道你骂他了。我真的没有骂他，是他。
笑什么呀，李总？哪有笑？总之我没骂他，是他骂我，而且骂的还挺有道理的啊。那我们都误会你了。废话。所以监视计划继续执行。快告诉我他去哪？李总，你杀了我吧。说不说？不要。说不说？不要，李总。疼吗？没事儿。要学着给自己减压，别什么都自己扛着。如果感觉自己压力太大的时候呢，要哭就哭，要发泄就发泄。明明感觉累了，受了伤，嘴上还逞强。不如这样吧，待会儿和那2个平面模特签完约之后呢，在这里睡一会儿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去公司。你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可以了。他总能让人有安全感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都会被不知不觉地忘记了，所以才会觉得困倦吧。如果礼堂也能给我这样的感觉，好久不见，发错了吧？人走了也不关灯。你没事坐在位子上干什么？出去了一整天，再躲吧。谁躲你了？我出去办事了。因为以后不会再这样了，所以你不用再怕我，也不用再躲。这桌子你收拾它。没事早点休息，晚上就不要再加班了。礼堂，坐在这一晚上，就只和我说这些。我是为了帮你整理桌子，还有你早点记得用好饭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啊？我想问你，算了，不问了。哪有人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这样让人家晚上好不好睡觉？什么事啊？你这次会是认真的吗？我这一次会是认真的。
相信你一次。如果意思我知道，不用再说下去了，我会努力的。啊，李唐。 下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计划之一，所以我希望各位部门尽快的做好收购计划，还有财务报表。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是我们的李董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汇总到我这里。预祝我们这次收购通灵成功。 李唐还真是有一套啊，他把每款都做成2件让人挑，这样别人就不会说他是因为缺少珠宝而改图了。而且有眼睛的都能看得出来，珠宝少的那件效果明显更好。他这么分批推荐，将原来倾向于通灵珠宝签单的客户集中起来。如果他们都选择珠宝更少的那一款，那其他人就更好说服了。 干嘛？我这叫你半天你也不回。哎，我问你呢，你对方思到底怎么打算的？你真打算一辈子下去就这么做隐形天使啊？真正喜欢一个人，不一定非要得到他，和他在一起。哼，行了，别恶心我了。不说实话就算了。 方思，来看看，这怎么样？效果看着很不错啊。看来27的13款都可以顺利通过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真担心啊，做出来之后你不满意呢。哎，你看这段时间你忙的，这脸都肿，你多休息会儿啊。嗯。哎，对了。 方思，李总的那间办公室，你放心吧，他求我也不会进去的。啊？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它里面放了什么。当年我和李唐拍胸脯说，5年之内，我会让 Fancy 成为最知名的品牌。结果现在我什么也没做到。李唐呢，不但有了弹簧，还有了这么好的原料基地。和他的较量，我是输了。 只要我想要的，他都可以通通拿走，然后再来向我炫耀。他买下这里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吧？所以在他那间房间里面放的应该都是他的战利品。我怕我进去会闪瞎我的眼。方思啊，我认识李总啊，时间也不短了。我觉得他不像你想的那样，你应该是想多了。 我对李总有信心的啊！我
不建议你向我炫耀事业上的成就，只是我害怕你连感情也拿来炫耀。喂，方思姐，好久不见啊。Amy，离开了这么久，你一点都没变啊。听说璀璨27要上市了，恭喜你啊！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那么久没见，你不想知道我去哪儿了？我一向不关心不值得关心的事情。艺术家的臭脾气果然没变，不过没关系，这1年多我在国外，像你这样高傲的设计师我见多了，习惯了。我们不是朋友，我不用在这里跟你叙旧的。有事的话你就说。好吧，没事的话我先走了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当初谁出卖你？也许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你想知道的。哎你，他这个叛徒还有脸见你啊？而且他还主动跟我提起了当初图纸被窃的事情，还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做的。当然知道呀，不就是他自己吗？但是听他那个语气，好像又没那么简单。那他有说是谁吗？没有，只是说是一个很亲近的人。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那次真的不是我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知道，那个时候你还没被污染呢。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。算了，往事不要再提，我们现在要往前看。拜拜。听说璀璨27的样衣效果客户都非常满意，外界也没有怀疑到堂皇通灵珠宝存货不足。乔瑞斯那边尹浩然依旧持续协助璀璨上市，我们还要不要再继续施压？不用了，通灵下个月就完成交接了，随他们吧。不过礼堂能撑那么久了，的确让我很意外。总算有点李氏家族继承人的样子了。不过这只是开始。等李氏拿到通灵之后呢，会正式宣布和堂皇停止合作。他是您的儿子呀，您真的要将他打垮吗？他如果能过得了这关的话，就不枉我费尽心思培养他。想做好事业不容易啊，将来李氏也会面临相同的困境。但我老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也不知道还能教他多久了。目前呢，从海外市场能抽调回来的资金就这么多了，应付公司的正常周转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而且一会儿我还约了银行的人谈贷款。喂，跟你说业务呢，你又不听，盯这个李氏的财经简报有什么好看的？想要让璀璨完全不受通灵的影响，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，拖延他们的进度。只要收购还没完成，他们就不会发布任何有关于通灵业务的消息。话是说的没错呀，可是你盯着这个看，能看出什么来吗？外行的看热闹，内行的看门道。就算发布消息了，还是可以整合，所以一定看得出蹊跷。我没看出来，你看出什么蹊跷了？这是我的事，你赶快去搞定你银行业务。好啊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喂，大哥，拜托你这次别再3分钟热度了，行不行？你哥哥我不止3分钟。OK。
你听说了吗？艾米失踪了。你说什么2个星期前，她向总部请假，结果到现在没回去，打的电话竟然变空号了。都怪我，应该早就知道这事儿了。原来是他。什么意思？这2天我老是接到奇怪的短信，原来就是他。哎呦喂，不会吧？他还敢找你？干嘛？勒索呀？你干嘛？这件事拖太久了，我想快点了结。你不会要杀人灭口啊？你可千万别冲动。我去找方思，向他坦白，让他疯了吧？那还不如杀人灭口呢。方思那个棘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礼堂卖的店，他记到现在呢。艾米是颗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浩然，你可千万要冷静。你都说了，那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你还不知道它会不会爆炸，你就把自己给暴露了。你要找方思的话，还不如先找艾米呢。艾米？对啊，就是偷方思电脑资料那个家伙。我本来想一把抓住他的，可当时在银行门口嘛，我这中午又吃多了，没追上，让他跑了。你确定你说的是那个 Amy 吗？肯定没错了，大哥，我以前跟方思合作过，认识他。那时候不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他，现在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。我觉着这事情过去快1年了，他可能是觉得风头过去没什么事儿了吧。那就把他给我找出来，不计任何代价。现在才来，我还以为第一条短信你就该想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你忘记得太彻底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看来我还是跟傅方思的感情比较深呢，他都记得我呢。为什么要回来？这是我家呀，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好吧，随便你。我想问你，这次回来你要多少？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哎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到底要多少 ？Fancy 的全部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呀？你可以把 Fancy 这个品牌卖给我，或者你把傅方思解雇了，断了他的资金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可以故技重施一次呀。Fancy 现在是属于堂皇的，不是我说卖就卖的。那我管不着。其实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说一次，我要 Fancy， 我要整垮傅方思。你不怕我去告发你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在你把我赶出国之前，我好像也跟你说过同样的话吧？你当时怎么回我的来着？1，没有证据；2，如果你想要自黑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到时候在这行混不下去也就算了，那方思呢？方思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。你们俩的绯闻我已经知道了，你真要冒这个险？你在国外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回来？回来就是因为要整垮方思吗？我本来就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在国外过得好好的。你觉得你把我一个人支使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给外国人做助理，我会好好的？尹浩然，我早跟你说过你会后悔的。不过现在补救也来得及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到时候如果你还给不了我想要的，你就别怪我告诉方思，真正的叛徒其实是你。哎呦喂，干嘛这么早下班啊？我约了方思。什么？你可千万别啊！
艾米不是说了吗？你有3天的时间，现在才过2天，你着什么急啊？然后呢？然后我能干什么？真的计划去出卖傅芳思吗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你可千万别闹！你不是要做隐形天使吗？这么快就没耐心了？哎呀，你先坐下好不好？咱们还有办法。坦白就是最好的办法。你不要拦我，我迟到了。浩然，你会后悔的。芳思，等了你2天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我只好自己先来找方思了。芳思，事情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。林总这话说的，好像我跟你有什么似的。你闭嘴！我可没有乱说呀，确实是经过你的同意，我才把图纸给偷出来的。芳思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的经过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。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你没同意他偷，还是他偷了以后没有继续骗我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还是我。事情都办好了，这次傅芳思他想要缓过来，估计是很难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没有这么轻易就能拿下方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俩是一伙的吧？我们不是一伙的。你觉得好玩吗？把我骗得团团转，你觉得很有趣吧？现在你是不是还在想怎么样才可以把我骗得更深、更久一点？我没有。为什么？这是你以前工作室的资料。没错，我是同意让艾米把图纸偷出来，但这些资料我没有交给公司，也没有还给你。你的图版丢失，资料被清空，无法完成合约，所以你不得不把你的品牌抵押，所以你的工作室也因此倒闭。的确是因为我隐瞒了这件事。我还协助艾米去国外，在乔瑞斯帮她安排工作。整件事，我才是策划者。为什么？放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没有背景，也没有资本的人。我要成功，只能靠自己。所以你就要陷害我？放肆，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有才华、有潜力的设计师，只缺一个机会。我也一样。我将你的品牌推向全世界，我让你成为顶尖的中装设计师，而我会成为最有眼光的伯乐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最大的成功。可是放肆，你有你的坚持，什么事你都不愿意妥协，交期一拖再拖，璀璨也在不断争夺市场。我不敢再冒这个险，我更害怕我会失去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当艾米来找我，说要背叛你，我只能同意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，还要鼓励我？好人坏人你都做，你觉得很有趣吗？因为我后悔了。你为了品牌去弹簧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我越来越了解你，我就更害怕跟你坦白。我只想默默的赎罪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这个朋友。朋友？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朋友？放肆！我不想继续欺骗你了，请你相信我吧。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设了个陷阱让我掉下去，我好不容易走出来，你就告诉我真相。
司跟傅芳思小姐接下来会全面合作，把 Fancy 这个品牌推向国际。明天我会去找林总，如果把明白传播给他，我就会结束工作室，跟着明白一块儿过去。Take 5，我现在给你5分钟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5分钟之后你要重新开始。 再不冷静就再泡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你的工作室倒闭。对不起，是我卖掉你把你的人好好怎么会突然跌倒受伤呢？你们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哎，小姐啊，有没有仔细检查啊？哦，你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啊，都是正常的。走，我带你去做全面检查。我不去，听话。我不去，我不要你管。傅芳思，你卖了我的店，你得逞了，你还回来对我那么好干什么呀？我也是醉了，我当初那样劝你了，你都听不进去，你还真去找他了。现在好了吧？傻了吧？李唐当初卖他的店，他能恨他6、7年，你现在这样对他，他不得恨你6、7辈子？行了，别喝了，酒是无辜的。酒是无辜的，但你不是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早就跟芳思说了，还能轮到艾米吗？怪我喽。 那个艾米根本就是来搅局的，你真以为他能给你3天时间啊？他不是6年前的傅芳思，他会想通。嘿，怎么想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浩然是因为爱我，所以才会害我的。我懂了，我以后会报答浩然的。浩然呐，你醒醒吧！这我不管，至少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哼。 那也得他重新愿意原谅你才行。浩然，信任就像一张纸，皱了，抚平它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。你觉得他还会再信任你吗？只要我努力，我相信可以。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骗自己和爱上一个不该的。你呢，2样都占了，赢了。 报告单给我看。非要逼我动手是不是啊？还好只是贫血。没错，我死不了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过来。他去哪里呀？过来啊！ 快吃啊！看什么看？来，你这份也给你。喂，这么多我怎么吃啊？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我忍你很久了。你忍我很久了，应该有6年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不提这个，搞不好你以后要忍我一辈子。你卖了我的店，你得逞了，你还回来对我那么好干什么呀？ 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你要耍流氓跟别人耍去，少烦我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件事，今天工厂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不能让他知道艾米和浩然的事，否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心情不好。你在装啊？我装什么啦？ 怎么着？我的事情必须和你有关啊！我和你的心情，难不成还绑定了？
没有啊，是我的心情跟你绑定。你怎么突然又提卖店的事情？我有说错吗？你花钱买我的品牌，不就是想补偿我吗？补偿你当年卖我的店。当年最多也就是没有提前跟你说一声。好，对，没错，是我高估了我在你心里面的位置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就这样放弃我跟放弃我们之间4年的感情啊！可是你明明知道那家店是我爸给我的，你明明知道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当年你一心只想要做你的设计，你不愿意接受客户的品味，更不愿意接受那些客户开出来的条件。我那时候只能拿着你的设计的成品，到处去接订单、跑生产线。可是后来发现我接不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姓李名堂。我爸那时候对外放话说不希望他的儿子浪费时间在做这种小生意上。你知道这句话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跟我做生意。你知道我有多不希望我是我爸的儿子吗？可是你都没有告诉我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当时你知道的话又怎么样？那时候你已经在医院跟店两头在跑，我看你分分秒秒都有可能倒下去。难道那时候我还要跟你说，我爸整我接不到订单，你的肩膀可以借我靠一下，让我哭一哭吗？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难道你卖了我的店，你爸就不整你了？我卖了你的店，我爸至少就没有攻击的目标了。而且我以为你没有这家店，你就会妥协。结果我以为你只会气个几天，没想到你就把我甩了。我们之间4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小姐，你有给我解释过的机会吗？你知道吗？就在你卖掉店没过多久，我爸就过世了。我以为你爸是在我出了钱才……我恨的不是你卖掉我的店，是你没有跟我说一声就自作主张。我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信任都交给了一个根本不值得信任的人。我爸还在临终前让我别生你的气，让我原谅你。但是我当时做不到。他把一间好好的裁缝店交给了我，不到1年就垮了。我觉得我对不起他，更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。不过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爸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妥协的人，还不通市场。就知道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里，还把你当成出气筒，把你当成降压药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没想到今天居然心平气和地聊过去的事那么久，还没有打起来。都嘛是你牺牲任务。还不都是我任你让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好吗？今天以前我真的觉得我什么错都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各打50大板，从此不提。干嘛？
问你啊，既然你觉得你没有做错，还不爽我把你甩了，那你干嘛还花钱买我的品牌？你冤大头啊？傅方思，看你装傻的本领比你设计的本领还要高哎！明知故问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。不是我甩了你，是你甩了我。你才是那个国际寡义的王八蛋！胡说八道，哪有？我在那个广场上等你，等了你1个晚上，你为什么不来啊？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哪有？为什么？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，10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即使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